意，这次收到阿 Piu 的邀请，要来跟你们分享他们家的彩妆。那阿 Piu 这个品牌呢，大家或许会有一点点陌生。那它其实是来自韩国的 BeautyNet 集团，这个集团最有名的牌子，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应该是 Missha。那目前阿 Piu 呢由屈臣氏独家引进，所以你们也可以在开价美妆买得到，然后也可以去试一试玩一玩他们的彩妆。因为这次他们寄给我非常多东西，所以我打算用一个 One Brand Makeup 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家的彩妆到底好不好用呢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我现在上完妆前保养，我们来上底妆。那底妆的部分，我会使用的是好气色完美持妆 DD 霜。DD 霜的由来呢，它其实就是比 BB 霜更加清透，但是又比 CC 霜带有点遮瑕度。那这款它有做到 SPF 37 PA 两个加的防晒系数，所以我觉得在秋冬使用还蛮适合的。它的妆感呢，可以让你的气色变好，但是对我而言，我觉得像我的黑眼圈比较重啊，或者有一些小小的痘疤这个部分，还是要另外上遮瑕。这个遮瑕呢是阿 Piu 跟韩国一个 YouTuber Ultrami 联名的一个彩妆，4个不同颜色，你可以自由的调和，搭配自己的遮瑕刷或者是用海绵都可以。那我来遮黑眼圈跟痘疤的部分，我觉得它可以遮到大概70%左右的黑眼圈。那眉毛的部分呢，会使用的是这支立体塑形双头6角眉笔。那这款眉笔呢，它是做这样双头设计的，然后一边是旋转的眉笔的笔头，有点6角形设计的。那另一侧呢是这样子螺旋的眉刷，那螺旋眉刷呢就是帮助你在画完之后，你可以把它梳一下，让你的毛流比较自然。然后它有个小小的玄机是，你把这个螺旋眉刷的地方转开，里面有一个削笔器，那就是帮助你在6角眉笔比较钝的时候，可以这样刮一刮，变得比较锐利。它有出2个颜色，有深棕跟浅棕。那我今天会用深棕色来为大家示范。那我自己画眉习惯是，我会先使用比较平面、比较细的那一面，把那个框框大概描出来，再用比较宽的那面把它填满，最后再用螺旋眉刷把毛流梳顺就可以了。眉毛画完会长这样子，我觉得它的显色度非常的好，然后其实只要用眉笔搭配笔刷就可以画出还蛮漂亮的眉形。另外呢，他们也有出这种绝不失手防水马克眉笔，那还有出2种颜色，一深一浅，涂起来会长这样。那这种马克眉笔的概念呢，其实就有点类似液状眉笔。假设你画完眉笔之后呢，还有一点空缺，你就可以用这个眉笔来填补，因为它的着色力比较强，那比较能完整的填补到你的稀疏的部分，所以我会推荐给眉毛比较稀疏的人。那因为它有一点防水效果嘛，所以如果很容易流汗的人，也还蛮适合这款眉笔的。针对更懒得画眉毛的人呢，它有推出这种超持色刺青眉胶，就是你一样是涂在上面，然后让它等个1个小时干掉之后撕下来，你就可以大概2、3天以上不用画眉毛。那还有出2色，一个是比较深的咖啡色，然后一个是比较接近可可色的感觉。接下来我们来使用一样是跟 Ultrami 联名的极致卷翘睫毛膏，给大家看一下刷头，它是做这种螺旋形，然后螺旋的部分刷毛会稍微粗一点点。现在已经夹完睫毛的时候，就直接刷上去。睫毛画完会长这样子。接下来呢，进入重头戏的部分，就是他们最新出的微整细修容棒。那这个修容棒呢，总共有出5个颜色，分别有比较深的阴影色，也有打亮色，然后也有3个不同的腮红的颜色。那你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需求来在脸上做修容的部分。那我们先来使用这一支 BR01的阴影色。大部分人修容会是希望你的脸的轮廓看起来更小一点，所以你可以嘴巴吸气，然后这边会有2条线。有没有？这边就是一般大家会想要修容的地方。那再来，如果你想要让你的下巴看起来更尖，脸更小的话呢，你也可以沿着下巴跟脖子的轮廓这边做修容。这边呢是可以让你的苹果肌更显得明显，然后这边也可以比较凹。那这边是让你的脸型看起来更小一号。那你可以用手或是用粉扑来去把它推开。有没有发现这边的脸因为有阴影的效果，所以比较往内缩的感觉？那同样的道理，如果譬如说你太阳穴、额头这边，你想要让它更凹进去的话，你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修容。修容完毕之后呢，我们来做打亮。打亮的话，我会使用它的 WH01，这个颜色是带一点点珠光，然后比你肤色会稍微再亮1号。那打亮的部分呢，我自己习惯会打亮在眼皮下面到苹果肌中间这一块，因为你如果
让你的脸颊看起来比较蓬呢，会比较有减龄的效果。然后有些人呢，如果你想要让你的鼻子看起来比较挺，或者额头看起来比较饱满，你也可以打亮在鼻梁这边，然后还有眉心中间这一小块。那我来做一个前后比对，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差别。这边是已经有打亮的，这边是没有打亮的。你会发现，就是打亮地方看起来整个脸会比较有光泽，然后气色比较好。那你鼻子这边做打亮呢，会强调你的这个鼻梁的地方，所以你的鼻子自然就会看起来比较挺。那我很喜欢它的这个修容的亮度，是不会到太闪烁的光泽，它就是有点微微的细致的珠光。如果你妆其实很淡，加一点点这种修容，我觉得也不会太突兀。好，修容跟打亮做完之后呢，最后我们来上腮红。那它这次腮红有出3个不同的色系，那我觉得你可以根据当天的服装或是你眼妆来去搭配。那我今天示范珊瑚色调这个好了 ，CR01，你就直接上在这个苹果肌、笑肌最凸的这边，就这样微笑。可以用手推开，或者是用海绵。其实我觉得腮红用手把它推开就可以了，好气色的红润感马上就出来了。经过修容、打亮、腮红这3个不同的步骤，让你的脸更加的有立体感。那我觉得它这个修容棒还蛮方便，是它直接做旋转的，然后你上妆的方式几乎不太有什么难度，就是你用手也可以，用海绵也可以，很轻松就可以完成你想要的这种脸型的轮廓感。那最后唇彩部分呢，我要使用他们家的花样气垫唇彩笔，那它总共有出4个颜色，我觉得这4个颜色都算是还蛮日常基本的颜色。刷头部分是做一个这样子海绵的蕊心，然后上面会有颜色。那我今天使用的是 CR02 来示范，你就直接沾取在你的嘴唇。那这个特色呢，它是可以帮助你很容易画出好看的咬唇妆，因为你一般唇膏它的界限比较明显嘛，但是因为它是做这种气垫设计，你就可以让你的颜色跟唇色中间比较不会有那么清楚的界限，所以咬唇妆会比较好看。那我觉得它的小缺点就是因为它有一点点干，那我自己习惯是会先上护唇膏，再上这款气垫唇彩，那这样子唇彩的质地比较水润一些。最后呢，跟大家总结一下我这几周的试用心得。首先呢，我觉得 Apple 真的是一个价格非常亲民可爱的彩妆品牌，所以在韩国当地也很受到学生们的欢迎。那我自己试用下来呢，我觉得它就是非常的好操作，也很好上手，所以我也会想要推荐给学生们入手。再来呢，就是从这一堆彩妆之中啊，我特别会想要推荐这3样，是他们的遮瑕、双头眉笔跟修容棒，就是性价比特别高的3款。那如果要我选出心中的第1名呢，我会想要推荐它是双头眉笔，因为它价格真的很便宜，然后我觉得也还蛮好画好用的。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就是因为它现在在屈臣氏有设柜了嘛，所以大家在购买前务必就是记得先试色试用，喜欢适合再下手哦。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支影片，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，点这边，然后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帮我按个赞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